从昏迷中睁开眼，房间很黑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他只能听到男人的呼吸声。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天外已经放了亮。温情睁开眼，这一切都不是梦。浴室的门打开，有男人从浴室中走了出来。看清对方的脸时，他跌坐在床上，一脸惊恐。怎么是他？男人看了他一眼，自然又慵懒的道：醒了。温情咽了咽口水，紧张不安，费力的站起。霍先生。男人自然地擦拭着头发上的水珠，有什么话一会儿再说，先进去洗干净。温情垂眸，不用了，我还有事要先走了。温老师，不需要做个说明吗？温情脸一红，这种事情还需要什么说明？难不成做个报告给他，说他喝多了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？温情呼口气，抬起头看向霍廷深。霍先生，我很干净，而且我不认为霍先生有什么吃亏的地方，所以这件事儿能不能就当作没有发生过？其实他看似理直气壮，可最后一句话却说得很怂。我知道。温情脸微红，知道也不用再说出来吧，多尴尬。我所说的说明，只是想问你，有什么需要我为你做的？我不认为你会想要我用支票打发你。温情一愣，我什么都不需要，我只希望霍先生能够将这件事情保密，仅此而已。温情认真地回应了一声。霍廷深好看的眉扬起，打量着眼前这个纤瘦的姑娘，最终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。温情抓起衣服和包包，飞速地离开了酒店的房间。霍廷深唇角邪魅地扬起，这女人有意思。温情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立刻离开霍廷深的身边。在北城，这位只有27岁的帝辉集团的总裁霍廷深，他代表着权势、财富还有危险。传说他为了坐上帝辉集团总裁的位置，不惜害死了自己的大哥，弄残了自己的二哥，最终成功上位。如果说有一个人一定是温情想都不敢想，绝不敢觊觎的，那这个人必然是眼前这位霍三爷。因为帝辉集团是白氏集团的死对头，而他这辈子都不想再跟白氏有任何的交集。出了酒店，他拍了自己一巴掌。你疯了吧？两条腿的蛤蟆都比霍廷深好找，你怎么就偏偏？如果这事儿被白家那人知道，他摇了摇头，实在是不想去考虑后果。手机这时候响了起来，他掏出来看了一眼，是霍廷深打来的。他手指抖了2下，这还是他的号码第一次出现在他的手机屏幕上。他为什么要给自己打电话？如果不接电话，是不是会显得心虚？手机铃声快结束的时候，他将手机接起。霍先生，作为补偿，我许给你一个条件，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找我帮你做一件事，只除了让我爱上你。温情愣了一下，随即冷声道：霍先生，我想你误会了，这只是一场错误。第2章，霍廷深眉心勾起。温情又道：所以不需要交换什么条件。另外，我现在正式跟您提出辞职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忙毕业论文的事情，可能没有办法再去给您的弟弟补课了。以后我们不会再见面了，所以我在这里祝您以后生意兴隆，生活如意，再见。他自说自话地说完，直接将电话挂断。电话那头，霍廷深扯起嘴角，不会再见了。这女人是在嫌弃他。呵，什么时候轮到他说了算了？他将手机从耳边移开，盯着里面传来忙音的屏幕。敢挂我电话的，温情，你是第一个。温情迈开腿想跑离这片跟他格格不入的别墅去，可才跑了一步，他就几乎要摔倒。下午，他接到了校长的电话，之后他面色沉重地来到了校长办公室。校长穿着得体的贵妇裙，望着纤瘦的温情。温情，我知道你是个有天分的姑娘，也很聪明，可是我们高家是不会接受一个孤儿做儿媳的，所以我最后问你一次，是选择我们家默然失去工作，还是放弃默然留教？
温情眼神中并无波澜，几乎是在校长话音落下的同时道：“我不是孤儿，可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区别。”他握拳，反正妈妈已经不在了，做孤儿总比做白家的私生女要好听多了，不是吗？没有任何思考，他道：“我选择留校。”对于温情这一次的回答，林优乐很是惊讶，这与他之前3次的回答不同。你不会在得到工作后反悔吧？如果林校长怕我反悔，我可以现在就给您写一份协议，我会跟高默然分手。好，很好，这2年我也算是给足了你面子，从没有出面拆散你跟默然，但是现在你们要毕业了，默然也有自己的路要走，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我希望你能够记住自己的话。我会的。温情从办公楼里出来的时候，才发现外面不知何时早已下起了大雨。她冲进雨幕中，一路狂奔。她还要赶着去做家教，男朋友没了，霍家的工作黄了，她现在可不能再失去别的机会了。跑到校门口的时候，一辆熟悉的轿车在眼前停下，车门打开，走下来一对璧人，男人帮女人撑着伞。温情脚步滞住，本打算转身躲避的，可是那女孩却忽然出声喊住了她。温情。女孩从雨伞下跑向他，上前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。温情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你打我，骂我吧。身后，男人快步上前，将雨伞撑到2个女生头顶。他满脸愧疚地望向温情，温情，昨天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，温情看着眼前的2人，竟是有些哭笑不得。这故事情节真的特别老掉牙，他还以为只有在狗血的小说中才会出现呢。他们一个是她的男朋友，一个是她同寝室的朋友，结果悲剧的是，他们竟然背着她在一起，还被她捉奸在床，所以她才会买醉。温情没有理会女生，只是望向高默然，面色寒凉。高默然，你知道当初我为什么从众多追求者当中选择你做男朋友吗？第3章。高默然垂眸未语，一脸的愧疚。温情却是笑了，因为你说我很温暖。女生上前挡住了温情看高默然的视线。温情，是我不好，是我勾引了默然，是我不要脸，他是个好男生，你别怪他，好不好？温情极力保持淡定，斜了女生一眼，对高默然道：他们都说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青春付出一次代价，而你大概就是我为青春付出的最惨痛的代价。高默然，我得谢谢你，是你教会了我，男人其实真的没有看起来那么可靠，谢谢你教会我成长。对不起，温情。高默然依然只是道歉。温情叹口气，随即摇头笑了笑。高默然，你不用觉得对不起我，现在我们扯平了，因为你，我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工作，你不欠我什么了。还有你宋若，你记住，从你跳上高默然床的那一刻，我们就不是朋友了。我把它送给你，但我对你也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以后别再跟我装熟络，因为我不会再在你的身上浪费我的友情和善意。我还要赶着去上家教课，就不陪2位在大雨中而浪漫了。再见。他说完，退后一步，绕过2人，飞速往马路边跑去。因为脑子太乱，他也没有注意到旁侧正要转进学校里的黑色宾利。等到他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已经来不及，整个人都撞到了车上。他往后踉跄2步，跌坐在地上。身后的高默然惊呼一声：温情！他刚要跑上前，就见背对着他的温情自己撑着车前站了起来。他二话不说，快步一瘸一拐地走到车边，拉开车门坐进了车里。车上还有人，他没有细看，只是望着车窗外正要走过来的高默然，对司机喊道：送我去清学路，不然我只能碰瓷儿了。司机有些担心，回头看向车里的男人。男人声线优美，按这位小姐说的做。司机倒车，离开了学校。走出去很远，温情的目光盯着车窗外，眼神里满是迷茫。想到高默然，他的心里真的很难过。
高默然永远也不会知道，